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山西。最近山西是非常火爆，主要是由于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带动，使得山西一些没有开放的景点现在都能去参观了。我问了一下山西的朋友，他们说那些现在可以参观的，你要抓紧去，说不定以后又会暂时关闭了，不让大家参观了。那我最近有机会呢，也会去看一下。今天呢，我们是来看两座大院。在山西这边的晋商大院特别多，特别是在晋中这一块呀，王家大院、乔家大院、徐家大院都在这里啊，因为当时算是晋商的聚集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来看两座官宅，是上个世纪山西两位非常著名人物建造的，一位就是被称之为山西土皇帝的阎锡山，另外一座呢，就是当时民国首富孔祥熙的故居。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两个人物的豪宅，因为他们都是山西人，然后算是发迹了，就在老家修建了豪宅。我们先去看一下孔祥熙的故居，然后再去看看阎锡山的。前方不远处就是孔祥熙故居的大门，它也是一处老院子。孔祥熙呢，他是民国时期的财政部长，中央银行的总裁。他的故居据说是非常豪华，占地面积达到6000多平方米，里面呢有6个院落，2个花园，其中花园的面积达到他宅院的1/3，相当于他是非常享受、非常注重环境。他当时是民国的首富，里面呢有很多古董，很多豪华的家具，可以称得上是无价之宝。最重要的是，它里面房屋的那个横梁上面，当时都用黄金铺满了。我们经常说里面雕刻很精美，而它的房屋却是用黄金铺的，就更显示豪华了。孔祥熙呢，他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姐夫，相当于他和蒋介石是连襟。前不久呢，有一个电视剧里面说的大姐就是孔祥熙的夫人宋爱玲。宋爱玲、宋美龄、宋庆龄是3姐妹。他这座大院呢是在晋中的太谷县城。太谷这个地方在明清的时期非常有名啊，算是晋商的大本营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平遥古城，说它是当时的金融中心，而太谷呢是平遥之前的金融中心。你像我们熟知的晋商8大家，很多呢是在太谷这一块。我们现在来到太谷老城里面，还能看到很多晋商大院。孔祥熙的房屋啊，就是其中一座晋商大院改建的。孔祥熙他是1880年出生于山西太谷县，从小呢家里可能算是比较贫穷，后来发愤图强，去了外面读书，去了留学，回来之后就开始做一些生意，财富累积的非常快。到了1930年，他就回到山西的太谷老家，从当时的晋商大户孟家手里买回了一栋宅院，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。这座大院呢是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，当时孔祥熙买过来的时候已经算是有一点点破败了。在孔祥熙2万银元买下之后，他就开始进行修缮。在当时他修建这个宅院的目的呢，一个呢是老家在这里，他自己也用来居住，当时他的生意呢在山西也有很大一部分。另外一点呢，他和蒋介石是连襟，他想把大院修建好之后，邀请蒋介石和宋美龄来他家里居住。后面在上个世纪30年代，蒋介石真的是来过他家里。综合这2方面原因呢，孔祥熙就在买下这栋大院之后，大力的改造，把里面建设的富丽堂皇。走在这个古城，到处都能看到这种高墙大院，我们就称呼它为晋商大院了。在明清的时候，并不是什么人、什么晋商都能够在这个古城里面建在豪宅的，必须是达到一定级别、有一定身份的晋商才能在这里建造宅院。按照资料记载，这个太谷在最巅峰的时候，它的财富占到全国的70%。我在网上还看到一个资料，就是说太谷这个地方，它的黄金在最巅峰的时候多到那些钱庄票号、地下金库都堆不下了，他们只能把黄金白银
放到街道上来。当然这有点夸张成分，不过呢也可以想象出来，当时太谷它的财力雄厚，不愧为金融街之称。这个就是孔祥熙的故居了。在他购买之前，这栋宅院呢也是山西当时最著名晋商之一的宅院，只不过后面是家道中落，被他买过下来了。在这个宅院对面呢，也是一座老的房子，包括旁边到处都能看到老房子。它现在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这就是它的大门，门前有2只狮子，不知道是不是原版的，上面写了几个字孔祥熙宅院。现在这个地方也是收门票的，并且还不算是便宜啊。从这里面进去呢，也是有好几进院落，它都是对称的，花园可能是在另外一边。这个狮子看起来也有年代感了，我估计也有100年的历史，就是不知道这狮子是不是孔家原本的。当然都是对称的了，一般是东雄西雌。从大门进来之后就是第一进院落，这一块比较小，估计前来拜访的人员都要在这里等一下，以及安全人员也是在这里。现在是来到了第2进院落，这座宅院呢大概是200多年的历史，坐南朝北，东西宽91米，南北深69米，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宅院。总的面积是6000多平方米，里面呢跟我们看到的其他济商大院差不多，有东西花园、书房院、戏台院、厨房院等等。这个大院最有看头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用黄金做的横梁，以及呢当时为蒋介石定制的一个龙床。这里是第2进院落，在还是孟家的时候，这一块呢是账房居住的，孔祥熙把它买来之后，把这里改成内眷居住的。两边是厢房啊，并且在当时他还把东西厢房取了比较好听的名字，东边叫三友堂，西边叫三多堂。三友堂是有由有为有守，孔祥熙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家族的人呢要有计谋有作为，这样他们家里的财产才能够守得住。现在这个厢房里面是孔祥熙的介绍，以及放了一些家具，大家看一看这个精不精美。这应该是檀木制作的，非常精美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原版的。如果是孔祥熙那个时候留下来的，那可是价值连城啊。我们再来说一下孔祥熙，刚才我们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。孔祥熙呢，他家里其实在小时候家庭条件并不好，比较贫穷，但是呢他没有自暴自弃，仍然是聪明好学，很小的时候就办那些启蒙书籍，学得滚瓜烂熟。后面家庭条件稍微好一点点的话，他就去了日本留学。也就是说他很小就知道读书真的能够改变自己。在日本的时候认识了宋爱玲，并且在1914年与宋爱玲在日本横滨结婚。我们都知道宋爱玲、宋庆龄、宋美龄她们是3姐妹。那孔祥熙与宋爱玲结婚，后面与孙先生和蒋介石成为了联姻。结婚没多久，孔祥熙和宋爱玲呢就回来了，于是就开始在山西做生意。孔祥熙确实是很有生意头脑啊，没多久呢，生意就算是做得比较成功，越做越大，财富积累的也是越来越多。于是呢，他就在太谷这里买下了房屋。当时在太谷这里啊，他还开办了银行。孔祥熙和宋爱玲呢，在这个宅院里面还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后面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，那这个时候孔祥熙开始算是平步青云了。当时担任过民国的财政部长、中央银行的总裁，后面还担任过行政院长。到了1944年，孔祥熙才下台。继续来看看宅院，西边的是三多堂，多福多寿多难，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。在这一间房屋里面摆放了很多珍贵的物品。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一个福字姓圆形木雕，这个木雕的中间是一个福字，四周环绕着8只凤凰，4只蝙蝠，一看就是用了很大的功夫雕刻而成，非常精美。雕刻是栩栩如生，很精美。蝙蝠呢，谐音是多子多福嘛，凤凰是在他们家里女子的地位还是很高的。在旁边还有其他的一些精美的物品，也算是家具吧。
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大的衣柜，跟刚才一样都是檀木制作的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纯木头的家具比较少，而在一些晋商大院里面看到的那个衣柜呀，它尽管说会用一些比较珍贵的木材建造，但是呢不会雕刻这么多东西。在这个衣柜上面雕刻的是春夏秋冬的花鸟图，并且这个图案不是画的，也不是雕刻的，而是通过一些专门的雕刻手法，把那些贝壳放到这个上面，可以说是一个镶嵌的雕刻工艺，这是极其罕见的，很少见到，并且现在这种工艺呢，会的人也不算是太多。在旁边还有一件非常精美的家具，就是一张床，大家仔细看看，上面雕满了龙，只要我们看到的地方都有龙。这一块是顶部，这是柱子，大大小小的龙非常多啊，而且每一条龙应该是不一样，有盘龙的，有趴在那里的，有飞翔的，从而说这一张床可以称之为龙床，真的是非常精美啊。这样的床是非常少也非常难看到的。整个孔家大院这么精美的家具其实是非常多的。我们刚才看到柜子，这是床，等一下呢在里面还有一张床，据说比这个还更精美，是为蒋介石打造的。有钱人家大户人家就是不一样。现在我已经来到了第3进院落，前方看的那栋建筑呢是叫做官厅。我们一般正常的大院是称之为过厅，主要是孔祥熙当时是在政府任职嘛，从而称之为官厅，也是整个宅院正院的主体建筑，是孔祥熙平时接待宾客的主要场所。这栋建筑呢也比较大，面阔3间，进深3间，面积呢达到了80多平米。在这个额坊上面雕刻了很多精美的花卉鸟兽图案，最关键的就是仔细看看上面是不是金光闪闪的，这上面可铺满了黄金啊。这个是1934年孔祥熙为了迎接蒋介石来到他的豪宅里面，就在这个额坊上面涂满了金粉，到现在刚好90年过去了，还保存的完好。这里是涂满了金粉，在内部呢还镶嵌了黄金。现在呢我们来去这个官厅里面看一看。刚刚进入里面呢就看到一件宝贝了，这是清代著名画家郎世宁做的一幅画《苏绣十犬图》。郎世宁呢是意大利人，他在很多影视剧都演绎过，在清朝的时期，特别是乾隆那个时候，他是属于宫廷画师，画了很多王公大臣的画像，包括乾隆的画像都有。这幅画呢也是非常精美。在这个大厅里面呢还有一种轿子，据说呢这个是孔祥熙当年做过的，不知道真假，反正看起来我觉得不太可能，因为这个轿子和正常的轿子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太花里胡哨了。还有一点呢，孔祥熙当时作为首富来讲，他出门一般都是坐车的，很少坐这样的轿子。我觉得如果这个轿子真的是孔家留下的，很有可能呢是一种装饰品，或者是孔祥熙的那些小孩女儿出门乘坐的轿子。现在顶部这些大梁是我们今天来看的重点之一，大家仔细看看是不是跟我们平时看的不一样。在这里和外面那个额坊一样，都是金光闪闪，主要是上面铺满了黄金。这个大梁在民间呢是俗称滚金大梁。我们仔细看看大梁上面，它那个有黄颜色，那些是一些牡丹花，这是当年把黄金弄成薄片，弄成牡丹花的形状，然后再镶嵌在这个大梁上面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上面这些花朵啊，全部都是黄金。然后其他旁边呢金光闪闪的涂的可能就是金粉，也就是说在整个大梁上面全是用黄金包裹了。在山西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，头顶滚金大梁，脚踏方砖满地，这就是形容一个家族非常富有啊，也确实是如此啊。我们在山西看了很多晋商大院，基本上都看不到大梁上面铺满黄金，而在孔家这个宅院里面却是有黄金铺了，这个应该说极少数吧，就算不是唯一，在全国呢也可能数得出来。这些全部都是原版的，特别是
上面那些黄金呢，按照考证，据说纯度达到了99.6%，相当于是100%了。真的，这个豪华程度超出我们想象，也可以说是令人瞠目结舌。谁能够想到，在自己家里的横梁上竟然镶嵌黄金？正常来讲，有再多的黄金都会放到地库里面，而他们家族却是放在大梁上面。那么为什么会放这个黄金呢？主要是当时孔祥熙和蒋介石是联军嘛，孔祥熙呢又为蒋介石掌管财政。那么当时蒋介石准备在1934年来山西，一个是考察工作，另外呢是见一见阎锡山这些人。那么孔祥熙作为是山西人，他肯定会邀请蒋介石来他的老家，来他的宅院里面看一看。于是呢就把整个宅院改建的富丽堂皇，这个大梁铺满黄金就是其中之一。孔祥熙的财富从哪里来呢？可能有多方面吧。一个呢是他做生意，刚刚我们也说了，他从日本回来，很快就完成了财富积累。像在上个世纪比较有名的一个公司祥记，就是孔祥熙创办的。当时他还创办了多家银行，1915年创建了第一家银行，那个时候他35岁。到了1922年，他又在天津那边创建了银行，当时是出资20万元。那个时期的20万跟现在可完全不一样啊！所以在上个世纪20年代左右，也就是100年前，他已经有很多财富了。后面他当上了中央银行总裁，那财富就更多了。在那个时期，他应该算是资本大鳄了。沿着过厅，我们就可以到第3进院落，是孔家的内宅，是孔祥熙一家人居住的地方。3进院落前方那个最北面的就是正房，这个看晋商大院都是一样的。左右两边呢是我们经常说的厢房，但是在这个地方又有点不一样了，因为孔祥熙经过改造，他把左右两边的厢房弄成了绣楼，也可以称之为小姐楼，就是孔祥熙女儿居住的，都是在楼顶啊。孔祥熙和宋爱玲他们全家在这里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孔祥熙呢自己是住在北面那个2楼。来到这个第3进院落，一眼望去，大家感觉是不是有点奇怪？特别是在第2层有很多圆孔和方形孔，那这些算是窗户了，跟我们之前看的晋商大院窗户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走很多古宅呀，经常会发现你去到一个房间比较暗，主要是由于那个窗户很小，透光不是很好。而在这里呢，它就全部改掉了。这里的圆和方都是有含义的。你像我们看到那个圆的，是不是像铜钱？这就证明孔祥熙他是以赚钱为主，因为他一生追求的可能就是赚钱。本身他就是生长在山西，那么这边有这个氛围，他也是晋商出身，然后呢又有经商的天赋，这样才使得他完成了快速的积累。旁边看那个四方形呢，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无规矩不成方圆，圆方，意思就是说孔祥熙要求他们家族赚钱呢得有规矩，不能胡来，没有规矩就不行。其实这只是他想表述的这种意思，那实际他有没有做到呢？那肯定没有做到了。特别是他当上中央银行的总裁，在当时的国民政府里面当官，帮蒋介石管理财产，那么肯定很多钱不是通过正常渠道的，他也是有剥削的。现在去正房里面看一看，这是门楼，非常精美了。当时孔祥熙和宋爱玲就居住在这里，包括他的女儿要去那个绣楼2楼，也是必须要通过这一块上去的，可以称得上是孔家他们家教也是有点严的。来到这个里面呢，就看到我们今天另外一个稀世珍宝，这是一张床，大家可能觉得不稀奇，但是这个床有一个独特的名字，叫做龙床。它分为上中下3层，这个是比较罕见的。在这个床上面有599条龙，9595至尊嘛。那么这个床就是孔祥熙专门为蒋介石打造的。在1934年蒋介石来到山西的时候，
他是先去了阎锡山的老家，后面又来到了太原，最后是来到太谷孔祥熙家里，并且在他们家里居住了一个晚上。当时孔祥熙为了迎接蒋介石的到来，第一步呢，就是在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官厅里面用黄金弄横梁。第二呢，就是在这个卧室专门打造了这样龙床给蒋介石居住。为什么这个床会有上中下3层呢？我们在外表简单看起来是一个床，那其实呢，它既是床，又是密室，又是储物间，中间这肯定是睡人的。那么在上面有个小房子，相当于是蒋介石的一个储存间，放蒋介石的书籍。蒋介石是比较喜欢读书的，也读了很多书，不管去哪里他都会带一些书籍，特别是在晚上准备睡觉的时候，他就会躺在这里看一下他随身携带的一些书籍。同时在这个上面呢，还有个暗格，用来存放一些秘密文档。因为蒋介石不管走到哪里嘛，他随时随地都要处理一些公务，处理一些文件。那么为了保密，他看完之后就随手放在那个暗格里面，肯定不会直接扔在床上了。那最下面是用来烤火的。当时蒋介石应该是冬天来的山西，比较寒冷，那个时候又没有空调，于是呢就在床下可以放火盘。那么他晚上睡在这个床上呢，就会比较舒服。在当时孔祥熙考虑的是比较周到，安排的也比较周到。但是当蒋介石来到孔祥熙家里，他并没有睡这个龙床。看完了1楼，现在准备去2楼转一转。2楼呢是孔祥熙和他的夫人宋爱玲居住的，以及两边的厢房女儿居住的。2楼现在已经没有剩下什么东西了，只有1张床。以前肯定是东西比较多，两边呢是他们家族的一些介绍。这个床呢也称之为龙床，上面呢也是雕刻了龙。据说孔祥熙和宋爱玲当年就是在这里睡过这张床，不知道真假，因为如果真的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，确实也是宝贝呀，不知道是不是原版。从这个房间过去呢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厢房，也是绣楼，是孔家大小姐居住的闺房。现在去看的这一间呢，是孔家2女儿孔丽俊居住的地方，她是人称孔2小姐，1919年出生在山西太谷。当时出生不是在这个地方啊，而是孔祥熙在其他的房屋，估计当时这里大院还没弄好。这个孔2小姐呢，从小感觉就是有点调皮捣蛋，在学校呢最喜欢看别人打架。10多岁呢，她也自己学会射击，13岁便会开车。宋美龄呢也非常喜欢她，常常夸赞呢她天生豪放，女生男相，并且她自己也经常也是女扮男装，喜欢穿男孩子的衣服。宋美龄呢非常喜欢她，经常会带她去各个地方，主要也是由于宋美龄没有孩子嘛，他们2个人呢也是情同母女。孔丽君呢一生没有结婚，1994年就去世了。我们一开始说孔家有6个院落，刚刚我们看了3个院落，那是孔家生活居住的地方。那另外3个院落呢，就是他休闲娱乐的地方。这是看到的另外第1个院落，是叫做戏台院，就是唱戏的地方。因为那个时期娱乐没有那么多嘛，唱戏基本上是必不可少的。蒋介石和孔祥熙在那个官厅聊了之后，差不多傍晚就来到了这个院落，可能在这边吃饭。特别是蒋介石呢，也是住在这个院落这边。现在看到两边是有房屋，其实在那个时期是没有房屋的，是回廊走廊。蒋介石和孔祥熙就是在那里喝茶。现在去寻找一下蒋介石当年在这里居住的地方。1934年秋天，蒋介石携夫人来到山西视察，在11月10日到达太谷，当天晚上就在孔祥熙家里居住了1个晚上。一开始我们说当时孔祥熙是预备住那个龙床，但是蒋介石呢没有同意，他就来到了这个小房间居住。那么为什么蒋介石会住在这个小房间呢？主要是由于这个小房间在比较隐蔽的地方，安全性可能更高一点。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房间就是一个普通的房间，其实在里面呢是有一条暗道，
这条暗道呢能够直通孔家宅院的外面，遇到紧急事情的话，蒋介石能够通过这个暗道进行逃生。那么这条暗道应该是当时孔祥熙建造这个宅院就已经修建好了，甚至说在当时的晋商大院就已经修好了。在以前呢，只要是大院基本上都是有逃生通道的，你包括阎锡山的也有，那蒋介石其他的行宫也是有的。那么这里刚好连接暗道，蒋介石跟孔祥熙说，那个地方我就不居住了，让你重新选择一个地方。孔祥熙可能就选择靠近暗道这里。在这里呢，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蒋介石是非常重视安全的。蒋介石当时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就离开了。宋美龄她是没有住在这个房间的，是住在孔祥熙夫妇为他们安排的其他地方。大家如果去看过蒋介石的行宫的话，或者在南京的美龄宫，我们都可以看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经常是分开房间的，因为他们两个人的作息时间有点不一样。那这边看到的就是花园了，整个孔家大院它是有2个花园的，面积还算是比较大，花园的面积比他们居住的面积还大。孔祥熙当时包括孔家人吃完饭就是在这个花园里面休息逛一逛，包括蒋介石当时也是在这里散步过，特别是这个亭子，当时可能2个人还在这里聊过天喝过茶。这个孔家大院我们就差不多看完了。整体来讲的话，它是在晋商大院的基础上加以修缮改建的，在建造的途中还是加了自己的一些东西。那这个孔家大院看完了，现在去看一看阎锡山的。阎锡山这个人大家都非常熟悉了，很多影视剧呢都演绎过阎锡山的故事。阎锡山在上个世纪30、40年代被称之为山西的土皇帝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，在10月份，阎锡山呢被推举为山西的都督。从这个时候开始呢，阎锡山就开始统治山西，大概时间是38年。这个是阎锡山故居航拍的画面。当时阎锡山发迹之后，他就在老家修建了庞大的宅院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故居的一部分，据说当时修好的时候，房间有1000多间，非常大呀，并且他这个故居房屋下面全是暗道。资料上是说，他这个暗道连接了每个房间，相当于他整个大院下面都是挖空了一样。而且它的建筑呢也算是比较有特色，分为新旧2部分，一个呢是传统的，另外一部分建筑呢是有点西式风格。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欧式那种西式风格。阎锡山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，曾经统治山西将近40年之久，可以说是山西的土皇帝了。在山西大地上面流传了很多关于他的一些故事，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说，阎锡山挥石帆，是一句名言呢，意思是说他在山西是胡折腾。不过阎锡山在山西当时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，特别是辛亥革命发生之后，阎锡山被推举为山西的都督，他就进行了一些改革，把当时的一些陋习进行革新，比方说取消女子裹脚，这个是一个进步，剪辫子等等。不过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只要是新的事物发生，一定会有反对或者有争议。那么当时的人，由于受到清政府长期的那些管理啊，他们对新鲜事物接受不太能够，并且呢，对消息闭塞，使得对山西阎锡山进行的这些革新呢不太理解。于是他们便认为阎锡山是在胡折腾。不过按照时代发展来讲，阎锡山当时这些革新呢，还是促进了山西的一些发展。阎锡山这个故居建造的时间也是非常久的，达到14年。当时总共花费了140万两白银，是一笔巨款呢，占地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。可能大家对140万两白银没什么概念，按照清朝当时来计算的话，1两银子大概是170元。那么总的算起来，它这个故居建造花费是达到2.38亿。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换算的话，估计起码是23亿或者是以上了，可能10倍都不止。
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宅院比以前小了很多，现在大概是有18个院落，570间房屋，可能只有以前的1/2了。占地面积达到了3万多平方米。它这个故居总体是分为上下两院的，也就是说两种风格，一种相对来说传统，另外一种呢是欧式，是非常具有历史价值的。现在我们就准备去这个院落里面看一看，它到底奢华到什么程度。这就是阎锡山故居的导览图，是剩下来的导览图。1院、2院、3院，这是新院，是上个世纪大概30年代左右修建的，就是阎锡山已经当上了都督修建的。而这边是老院，就是在1912年到1914年那个时候修建的。里面呢有都督府、老太爷院、长公院，就明显看得出来是阎锡山长辈居住的。所以这里大概是分为2部分，老院的位置相对于高一点，新院就是矮一点，基本上也是根据山体结构来建造的。在这边还有暗道，它的起点就是在阎锡山卧室那个地方。等一下看看能不能进去参观呢？因为一般暗道的话还是比较吸引人的，我之前也走过一些暗道，特别是之前看蒋介石的行宫走过一些暗道。已经来到大院里面了，现在这边也是收门票的，如果有山西旅游年卡的话，也是能够免费参观的。首先我们来到的是东花园，这里分为1院、2院、3院。来到这里看到是一个巨大的影壁，不知道这个影壁是以前有还是现在修建的。阎锡山故居，我们称阎锡山故居，当地人称这里是阎家大院。它的背面也有几个字，是中山先生写的。1912年，中山先生还应阎锡山的邀请来到了山西。当时他看到了山西的环境，也看到了山西正在改变，正在革新，正在蓬勃发展，于是呢就写下了这2个字。当然我们在其他的很多地方也能够看到这2个字。继续往前看，东花园是整个阎锡山故居里面最为精美的宅院，始建于1932年，到了1935年建成，占地面积达到30亩，是由11座院楼组成，房间呢大概是553间。一个大院一部分就有500多个房间，可以说当时阎锡山建造这个故居确实花费了非常多呀。在这个东花园地下，地道长度达到了2000米，建筑规格基本上是跟皇家建筑差不多，而且是典型的清代宫殿式建筑。现在我们来到的是1院，这里是阎锡山的副官、秘书以及保卫人员居住的。这里的建筑基本上是飞檐走壁、雕梁画栋，在屋顶上面呢是5脊6兽排山瓦，挑檐插飞挂铁马，十分讲究啊，都装饰着各种木雕、石雕等等。在这边的栏杆、柱底、石上都雕刻了狮子、毛猴等等。现在看到的是一进院落的正房，如果看得仔细的话，会发现这像是宫殿。它是2层，上面是阎家存放粮食的地方，下面就是副官、秘书以及那些守卫者居住的地方，刚好呢可以保卫上面的粮食。整个阎家生活了很多人，那么粮食还是比较多的。在这个院落里面还能看到这座大殿一样，两边呢还有2个巨大的塔。左边这个呢是当时的烟囱，是整个大院取暖，相当于是暖气从这里散发出去。而右边呢是一个水塔，储存水的。看完了第1个院落，我们就来到了第2进院落。总共这边呢是3个院落，跟我们平时看的晋商大院是差不多的。一般的房屋啊都是3进院落。那么其实可以这样区分，1进院落呢是他的副官以及秘书居住的，2进院落就是接待宾客、举行宴会的地方，3进院落就是阎锡山他们这些主人居住的地方。这个2院呢看起来比1院大一点，比较巍峨壮观。最前方那个是东大厅，分为上下2层，它是当时阎氏家族议事和接待宾客、举行宴会的地方。
在1934年，阎锡山的父亲去世之后，灵堂就设置在这里。当时整整1个月的祭奠活动，当时很多名人都来过这里，像山西省的政府主席徐永昌、蒋介石的代表何应钦都来过这个地方。蒋介石自己呢，在34年11月份就来过阎锡山的家里看过阎锡山的父亲，当然那个时候是没去世。说到阎锡山，有一个得讲一下，就是他的家训。之前我们在一些有关于阎锡山的地方有很多他写的字、写的名字，那么他老家这里呢，故居里面也有他写的一些东西。在这个地方他写了一些家训放在大院里面，他的家训就是告诉家里的人要怎么样为人处事，并且这些家训呢可以说是语言直白，内容比较精辟。现在我们就来这个墙壁上面看一看。现在看到的是人生5要：一是要有强健的身体，2是要有正当的职业，3是要有精巧的技能，4是要有充分的知识，5是要有公道爱人的热心。有此5者，可谓之完人。一般我们都说人无完人，但是在阎锡山的观念里面，如果做到这5样就是完人。其实可以这样说，这5样啊，任何时间都不过时。另外一个家训写的就是做事最怕没有恒心，没有恒心，一日勤劳半日懒，有始无终，不能成事。做事呢又怕没有办法，没方法，终日忙，忙不见功，有苦无志，不能成功，当戒之。这个就非常简单明了了。做事做任何事一定要恒心，要坚持，不能当一天和尚撞半天钟，有始有终。做事呢一定要有方法，也要讲究方法，没有方法不行，不能胡乱的去做事情。在这里的家训呢，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总共是有24幅。这些家训呢基本上都是阎锡山亲自编写的，教导他的家人后代如何做事处事、交友持家。其实说的通俗一点，阎锡山对他家族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。从这些家训也看得出来，阎锡山当时算是一个文化人，同时呢也算是一个比较精明的人。这些家训呢基本上是他自己为人处事的一些心得，然后记录下来传给家里的人。那么这里的家训这么多，我们就挑了这2个家训来说一下，因为全部要讲完时间太多了。现在准备去老院看一看，第3进院落，等回来再参观。老院那边呢是阎锡山的媳妇以及他父母居住的地方。由于他这个老院新院是有一个坡度的，那么从新院到老院是要过一个通道，相当于是隧道一样。那这个通道呢有一个名字叫做行德通，也是建于1932年，它的高度刚好是够1个人通行，全部是本地青石建造的。在这个门上面刻有松柏梅兰骑士图案，顶部雕刻的是卷走石匾额，上面写的是行德通，额头上面还有只蝙蝠，寓意呢是福到了。下面有一只蜘蛛昂首向上，寓意呢是喜临门，两者结合就是说福喜临门。基本上的雕刻都是一些美好的寓意，就跟葡萄、蝙蝠，然后采用谐音等等。那这条通道其实是跟走暗道一样的，通过这个通道来了就是第1栋建筑，它也是整个阎家大院最高的一栋建筑，叫做德一楼，建于1914年，总共是3层，共11间房屋。1929年冯玉祥来过这里。1934年11月9号，蒋介石来到阎锡山老家拜访了阎锡山的父亲之后，就站在这个德一楼前面看着远处。当然当时他是和宋美龄，可能孔祥熙也来了这里陪着蒋介石，所以说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充满了历史感。在德一楼对面是都督府，这是阎锡山在28岁当上了都督之后修建的。大家想一想，人家28岁已经管理一个省了，我们28岁是在干嘛呢？可能是在努力工作吧。这里面呢是阎锡山以及他父母早期的住所，后面新院建成之后，阎锡山就去下面居住了。
里面呢是2进院落组成。这种院落呢是中西合并的风格，1进院落是我们看到的传统建筑风格，然后2进院落就是欧式西式那种。1进院落是阎锡山的原配夫人徐竹清居住的地方。阎锡山和他的原配夫人徐竹清的感情还是比较好的，但是结婚之后，徐竹清一直没有生育，加上阎锡山是独子，后面呢他就娶了一个小妾，一共为阎锡山生下了5个儿子1个女儿。后面由于抚养小孩的原因，阎锡山呢与他的原配夫人徐竹清呢又闹翻了。这边是2进院落，明显看到了就有点不一样了，特别是最前方那个建筑是罗马教堂式的，也可以称之是哥特式的，这就是阎锡山父亲居住的地方。1934年11月9号，蒋介石来到山西，与宋美龄呢一起探望病中的阎老太爷。阎锡山呢就是在这个地方设宴招待蒋介石和宋美龄。这是一组蜡像，还原的是阎锡山父子招待蒋介石的场景。那右边那个是阎锡山，左边这个应该是阎老太爷。在当时，阎锡山的父亲身体不是太好，但是蒋介石来了，他肯定会来招待蒋介石的。毕竟来这个阎锡山的老家，也算是专门来拜访阎老太爷的。蒋介石是11月10号到达这里的，吃了一个便饭之后就去太原了。10号就到达山西太谷孔祥熙的故居那里。刚刚我们看的是阎锡山家里用来居住的，然后去他们家的后院看一下，像一些下人，包括一些工人，伺候阎家的可能就住在旁边。反正整个家族到处都是院落啊，一院连一院，一院套一院。这边是车马院，是用来存放马匹还有车辆的地方。当时他们这个大院最多的时候，房间有1000多间，住的人也是非常多，每天所需要的物资是非常庞大的。靠人运送的话，成本比较高，效益也不高，于是呢就靠车马这些。这还有一个管家院，相当于是管家单独居住在一个院落，这是比较少见的。我们之前在看一些晋商，他管家可能就是只有1个房间或者2个房间，而阎家呢，管家是一家人都居住在这里。可以想象出来，当时阎家实力也确实是非常强大呀。他这个院落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特点，就是有2扇门直接是对开的。一般我们说进入到一个院落里面是有隐蔽照壁，而他这里是没有的。正常来讲，建造房屋2扇门就2个门不能对着开，但是他这里保留着主要是2个因素，一个呢正常对着门开是空气流通，如果是在主院里面会说藏不住财，而在这里呢，管家他是过财过钱，他并不藏钱，所以说他门开着就无所谓了。房间也是非常多啊，有几十个房间。在这一块还有一个绣楼，就是五姑娘的绣楼，它是叫做颜慧卿。之前我们在柯南坡那里也介绍了，她算是阎锡山的堂妹。这个人跟阎锡山的关系还很好，他后面是开始负责阎锡山的生活起居，排名老5，所以说叫做五姑娘或者五妹子。在山西一般是女子13岁上绣楼，她是在2楼居住，1楼呢是伺候她那些丫鬟居住的。这个就是绣楼内部的情况，看起来还是比较简陋。现在我们去看一看整个阎家大院最核心的地方，就是阎锡山办公居住的地方，是在刚刚我们看的新院，也是我们刚刚说的3进院落。在这边呢还有暗道。这个3进院落是建于1932年，占地大概是1230平米。这里呢有66个房间，阎锡山的会客室还有小院居住都在这里，等于是院套院。这边呢也是一个4合院的布局，在这个下面呢还有暗道，等一下去他的卧室那里看看，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啊。我身后这里就是阎锡山居住的地方，
这是他的卧室，然后旁边呢还有他的警卫室。最关键的是，在我这边呢有暗道，就是地道，听说长度达到10公里，通往3个地方，一个火车站，一个呢那个文山脚下面，还有一个呢是阎锡山父亲的那个坟地。暗道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逃生的通道。我们在那个晋陕大峡谷啊，也看到一个阎锡山修的暗道，这里也有。前方就是阎锡山的卧室，当时他就住在这里，不过现在这里有拦着进不去。本来想看看他的卧室内部是什么样子的，现在看不清楚啊，挡住了。不过我们看这个布局面积的话，他的卧室应该不是太大，都比较小。一般以前的房屋卧室啊，它都是比较小的。在这个卧室里面应该也是有暗道的，只是说我们现在看不到。我刚才听导游讲，整个严家它地道下面是纵横交错的，连接着每一个院子，特别是地道可以连接到那个山脚下有一个出口，那里呢常年有人把守，并且把汽车放在那里，同时呢也有物资，就有什么事情通过暗道坐车离开。还有呢，当时阎锡山他从太原专门修建了一条铁路铁轨，来到他家门口，就是河边村。有什么事情可以马上坐车去太原，因为在那个时期坐火车比坐汽车快嘛。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，都是有关于地道的。这些窗户呢，应该是地道的通风口，只不过这些地下通道我们现在是进不去的。整体来讲的话，这些地道据说是10公里，那么也可以称得上是地下长城了。到这里，孔祥熙故居和阎锡山的故居我们都看完了。从规模来讲，肯定是阎锡山的故居更大一点。从豪华程度来讲，我估计可能也是阎锡山故居更好一点，因为他这个故居毕竟是一个家族人居住的，而孔祥熙呢，他只是他们一家几口人居住的。孔祥熙呢，在那个宅院只是居住了一段时间，而阎锡山他这栋大院呢，是他们家族的人住了几十年。总体算起来，应该是各有千秋吧。这2座大院应该是山西近代最具有代表性的2座大院，因为它们属于官宅，跟普通的晋商大院是有点不一样的。看了这2栋大院，也算是大开眼界了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